康律，早，师姐，早。戴律，康主任早，早上好。早。庞律，早上好。早啊。哎，早。早，主任。早，佩林姐。已经。主任，最近这个黑眼圈可挺重的啊，等一下我送你套眼霜。怎么了？不上班啊？怎么看到那个状态啊？我以为他满血复活最少要1个礼拜啊。不对不对，这很不唐宁。昨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？你说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，能够让他一夜之间起死回生，春风满面？姐，很明显吗？什么很明显啊？黑眼圈。OK。在这呢。是。那个，往左边拿，把它搓开放平。对，我这边47个仓位，1个都不能少啊！哎，刘毅，这儿跟大家发一下，对，10点钟茶歇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拿到餐券，我之前跟你们老板说了的，我定金都交了的呀。干什么呢？他刚才说没有仓位了。我正在协调，还有半个小时会议就要开了，这些事情还没弄好。我马上好。会议流程都对了吗？哦，对过了，是最终版本，还多打印了10份备用。U 盘播放试了吗？试过了，昨天就试过了。再去确认一下画面和视频，会议上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。好。教授，您看这个可以吗？这是学术研究会议记，然后这个是会议历程。可以，每个专家面前都放一份。好的。把资料放在会议桌上。哦，好的。昨天明明放上了呀。那我昨天……你的脑子每天都在琢磨什么？我记得我昨天放包里了。没有数据，我们开研讨会干什么？回答我。是的。这次研讨会会影响我们后续的大笔投资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对我们整个研究所都生死攸关。我知道。还有不到20分钟，不管你用任何的办法，会议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看到数据。好，我现在回宿舍去找。愣着干什么？看看专家到了没有？说，师姐，你知不知道相机充电器在哪？休息室，黑色背包夹层里。又怎么了？师姐，我这化妆水不够了。让超市送啊！我没有电话。看群里。真的好。
知道今天的讲座有多重要？这么重要的文件，你也能忘带？教授惊急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这个研究生，就是毕不了业了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你脑子在想什么？你知道今天的讲座有多重要？重要的文件，真是搞不懂。你的脑子在想什么？这个研究生，教授惊急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就是毕不了业。媳妇，快接电话呀！怎么样？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。教授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去旁边的会议室搬一块白板过来。啊？在没有科技设备的时候，人还有脑子。快去！是。我这又不是盘丝洞，你也不是唐长老，怎么着进我办公室还得做一下心理建设呀？心情好点了吗？云开雾散。在忙什么呢？一个汽车销冠被人诬陷造谣侵犯他名誉权的案子，最近一直都在忙这个。怎么了？有事儿？程峰推荐了一家烤肉馆，说味道比较鲜嫩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眼霜。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，这个不叫黑眼圈，这个叫眼袋。眼袋。眼袋他也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今天早上不告诉别人？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袜子放在我的枕头上？你是对袜子不满意呢，还是对我不满意？你这让我怎么回答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别问呀。你是又想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爸没发生，你心里没数吗？爸没发生过，又能怎么着呢？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同事，上下级，朋友。朋友。就是彼此透彻了解的那种朋友。康主任，这里是办公室。哎，
你的眼霜。等一下，我也问你个严肃的问题。你那个特别鲜嫩多汁的烤肉，爱吃吗？吃，必须吃。吃。对于我喜欢你这件事，你是知道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？你说说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还记得那天在山上我们找孩子？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？不能失去你，在意你，因为我喜欢上你了。结果突然间你就站在我旁边了。庞娟，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，开心至极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，就是我的理性告诉我，我完蛋了，我沦陷了。这位当事人，你当时可是知道我身边有方薇安的。所以我很尊重你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你，我从来没有越过界。你是知道的，但是不好意思，现在这个人与本案无关。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问。你对我有感情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觉得你不可能跟一个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，就是那个。万一我真就是那种人呢？万一我就是这么感性的人呢？好，那我照单全收。我需要点时间想一下。多久？你很急吗？我有的选了。不急就等我想一想，想好了我告诉你。好啊。这烤肉把肉都老了。你经常说我老，你给我也要烤得老一点。你不老，你外焦里嫩。外焦里嫩。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就是那个血压有时候不太稳，但是他挺坚强的，有老家的亲戚照顾。你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他也能安心一些。等有条件了，也可以把他接过来住。我明白，师傅。我回来之前又去见了一下我嫂子，她让我给你带句话。她说：“活着真好，她不会辜负你给她的第二次生命。”哎，对了，师傅，今天是什么样的咨询啊？我还没见呢，我怎么知道？方薇安介绍的，他的一个朋友。你跟方队还有联系啊？为什么不能联系啊？谁给我介绍案子，我都欢迎。今天你来主问啊。
我？对啊，你啊。唐律，您的客人到了。许先生是吧？你好，唐莹莹，唐律师，这位是程峰，程律师。你好。两位律师好，我是方先生介绍过来的，我想做一些法律上专业问题的咨询。不着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我知道。可以开始了。我的女朋友，不，准确来说，应该是我前女友。她在前几天自杀了。谢谢，喝点水，别激动。他的自杀就是被他导师所逼的。这是警方在责，还是你个人在责？他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。程律，他真的很可怜，你相信我。明白，你别激动，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你们分手多久了？不到2个月。他的教授，也是他们研究所领导，不允许学生谈恋爱，所以他在爱情和前途之间选择了后者。我不怪他。不是，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恋爱耍朋友那都是你们的自由，他凭什么干预啊？对吧？这个乌兰教授，他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生命，他企图控制每一个学生的人生和命运。许先生，关于你的女朋友，你还是详细说一说她的情况。她叫崔洁，今年29岁，在诺文生物科技研究所读博士，跟着她的导师乌兰教授做课题。我们2个就像2条毫不相关的平行线。我就是一个偶尔在酒吧驻唱的歌手，他的人生就像既定铁轨上的火车，方向永远明确，按部就班。而我就是那个既定铁轨上的意外。徐先生，你给我们讲一下他自杀是怎么回事吧？自杀当天，他们研究所举行了一场学术研讨会，也就是那个乌兰教授告诉他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表现争取预答辩的机会。那天是发生什么了吗？那天，他就只是找不到乌兰教授的那个数据 U 盘，没有找到 U 盘，然后他就要自杀。徐先生，你女朋友是在哪儿自杀的？现场是什么样的？他那天在宿舍洗手间，他撞破了镜子，拿地上的碎片割的腕。万幸他没有死，但失血性休克，到现在都无法醒来。那所以你找我们来咨询，是想问什么，或者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唐律，我可以出钱，麻烦你来帮我调查整件事情吗？我想知道，小杰自杀到底跟他那个乌兰教授有没有关系？徐先生，是这样啊，如果你想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，我们可以从代理律师的角度去协助调查，然后给你一些合理的建议。只是这个委托协议，我们只能和当事人的近亲家属签。我明白，只是小杰出事之后，小杰妈妈一听到消息一病不起，现在在老家住院。不过他爸爸来了，我今天来找你们咨询，也是经过他爸同意。这个稍后呢，程律师会带你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。不过事先我说明一下啊，即便是崔杰的自杀真的是因为这个教授的施压，从法律层面讲，可能也很难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也只是我的初步判断。这我知道，我在网上查过了，但我得知道他自杀的真实原因。我不能让他在医院躺得不明不白、不生不死的。好，那二位先聊，好吧？谢谢唐律师。冷静、客观，啊，
去做吧，有什么进展了告诉我。好。徐先生，你就这么肯定你女朋友自杀跟她导师有关系吗？相信我，程律师，那个乌兰教授一定有问题。师姐出事之后，我就先搬出去了，这儿就一直空着。你知道崔杰之前有没有习惯写日记，或者他重要的东西一般都放哪？这个小本子，小姐平时一直带在身边。这是老师送给我们师门每一个学生的入学礼物，用来记平时一些日常事项和实验数据之类的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叫它乌门十律。这个笔记本是我送给所有的新生的入学礼物。此刻，你们能够坐在这里，加入我的课题组，就足以说明你们的专业能力已经战胜了无数的竞争者。未来学术这条路要想走得远，靠的不仅是头脑，更是意志力。作为你们的负责导师，为了确保课题组研究的严谨性和秩序，以及你们学业的顺利完成，人身安全得以保证，我对你们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，都写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，打开看看。这点要求算不了什么，你们的学长学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崔杰同学是吧？嗯，你来念一下。好。第一，须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，严禁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科研之上。第二，大点声。第二，在研究所期间，单身者禁止恋爱，已婚者有生育计划需报备。第三，工作日每日按12小时打卡，不得迟到早退，每周只能休息半天。第四，工作时间不得使用手机等个人电子移动设备。第五，请事假一律不予批准，请病假需提供3甲医院诊断证明。第六，非工作时间课题组群组消息需在15分钟之内回复。第七，发现仪器故障、安全事故等需1个小时之内提交书面报告。第八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、篡改或销毁实验数据。第九，一人出现违规行为，全组组员接受处罚。第10，论文选题、实验内容、署名、专利申请、排名需由导师确认。不是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，你们就没反抗过吗？这要求没什么不合理的。吴教授希望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专心学术，像他一样，全身心投入到学术当中。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来，谢谢。程律师，您要没什么别的事情，我要回实验室了，我还有工作。哦，那我再问一下啊，那个崔杰出事儿的洗手间是？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你确定要去看吗？他每次去见你，我都得帮他打掩护。
每次进实验室之前，他还要把口红擦掉。你们的规定也没说不让化妆涂口红吧？教授规定了，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之前都不能带任何化学制品。况且，在研究室外，他也不希望我们把时间浪费在化妆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。我想见吴教授，可以吗？徐贝，崔姐她平时也很忙吗？中午都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有时候我给她发消息，她也是1、2天都没有回。我听她说，在这里加班很正常，这里的一切都要以课题和实验为主。程律师，我先去外面待待，这个地方我待着有点压抑。程律师，真的很抱歉，教授下午要跟生物科技公司的领导见面，今天不能见你们了。不是，我们都等了他2个小时，他一句没时间就不见了。麻烦你刚才再说一下，5分钟都行。真的很抱歉，教授的安排我们是没权利干涉的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出事之后，研究所一直这个态度，就好像小杰现在这个样子，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切都在照常继续。那除了研究所和宿舍，崔杰平时会去哪儿？小杰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去我工作的酒吧，还有周末的时候，他会来我住的地方。我家还有很多小杰的东西。你是伯克利毕业的？美国那个伯克利？哎，那你在音乐上肯定很有才华啊！哎，那你从那么好的学校毕业回来，在酒吧当歌手，你是为了赚钱吗？我可从没说过我在酒吧驻唱是为了谋生，那只是爱好。也刚好我在酒吧有点股份。和小杰认识之后，受他的影响，我也准备继续深造学习，专攻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。我好像知道，崔姐为什么会被你吸引了。从那个研究所到你家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，呼吸都通畅了。我相信崔姐第一次来一定也有这种感受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小杰，真实的他和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崔姐。真实的她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、不同寻常的女孩。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酒吧里，那天她既崩溃又狼狈。小姐姐，先看一下喝什么酒。就这个迷途的羔羊吧。好。这首歌是我自己做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你的迷途的羔羊。哦，谢谢。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方向，从此所有灵魂不再流浪。也许是受够了失望，才会停留在原地，背对着远方。也许是未曾见过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有人听我的歌哭成那个样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因为他第一次的论文初稿被否定了，取消了预答辩的资格。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进酒吧。
我写的歌有那么烂吗？一听反应那么大。乱唱，什么极光撕裂黑暗啊？你懂什么是极光吗？啊？极光是宇宙中的带电粒子和大气中的原子分子，主要是氧和碳的激烈碰撞，这些原子分子回到了基态，释放出来的光就成了极光。不好，不是酒，是水，泡的枸杞。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能随便喝别人给的饮料。听谁说的？我导师啊，我导师说的，他可厉害了。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懂吗？懂。同学，同学，你醒醒！同学，你住哪儿啊？你谁啊？我怎么会在你车上？手机里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难道你不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吗？同学，这儿是派出所门口，那儿，还有你的正后方，全都是监控对着我们，无死角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陪你去报案，咱们可以调监控 ，OK？ 不用了。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财物损失，身体有没有受伤，行动自如吗？很好，那麻烦你下车。这就是我和他相识的故事。我原本以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交集。可没想到1周后，他竟然来酒吧找我。你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那天确实喝的有点多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人也是懵的，我对你有些失礼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来谢谢你的。那天晚上要不是你的话，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你今天来，就只是为了感谢我？当然不止了，我还想听你唱歌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下班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儿听听音乐什么的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说我乱唱，说什么宇宙粒子回到了基态，像这种烂歌，你还想再听吗？科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不相同的。我这几天回想起你的歌，我好像心中真的找到了一些力量。我希望有一天，真的可以去看看那黑夜中最耀眼的极光。音乐真的是能够让痛苦的人找到一些安慰和希望。
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的是生物工程，主攻方向是基因编辑。听上去挺厉害的，是那种别人口中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家。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，就跟那些数据还有细胞打交道，枯燥得很。改变人类的命运，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。毕业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，我能理解。其实吧，音乐跟科学也有相同之处。尽管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活得更好。可是我觉得，你改变世界的方式更直接、更浪漫。谢谢。那晚我能感受到，小杰其实是一个爱笑、爱浪漫、爱自由的女孩。是她的导师，让她无法做真实的自己。她能被我吸引，并不是我能让她感到放松，而是在我面前，她能做回真实的自己。你醒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是觉得，我们会不会太快了一点？我还觉得是我太晚遇到你了呢。你帮我拍张照片吧，就在这儿。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这个窗户，能够看到明天刚刚升起的太阳，充满希望的一天就开始了，懂吗？来吧。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再是那个每天为了实验和报告，弄得焦头烂额、压抑自我的研究员。他爱笑，爱美，爱世间美好的一切。他和我说过，想和我去冰岛旅游。我们约好一起去看极光。程琳，这样的一个女孩，我不相信她会这样无缘无故伤害自己。或许她生病了，她情绪生病了。上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，解锁独家档案，精彩花絮。阳光倾泻树生根，风穿过林不落痕。我愿做个听风人，
枝叶地狱在议论，时光浮生与我共振，星光暗淡好灵魂。推门即是狂野深，心生自由不自困。回忆呼啸如听风，岁月深处的遗暗如月的风，奔波在人间熙攘，一笔在的挂，挣脱了万世的伤，让我的生长柔软了锋芒，人与这世界在驰骋相望。我的歌唱流过山谷回荡，如大人的书，把自由写进土壤，让我的生命呼吸中绽放，暖人舒凉，沾染的风trang。阳光倾泻出生根，风穿过林不落痕。我愿做个听风人，枝叶地狱在议论，时光浮生与我共振，星光暗淡好灵魂。推门即是狂野深，心想自由不自困。回忆呼啸如听风，岁月深处的遗暗如月的风，奔跑在人间熙攘，一笔在的挂，挣脱了万世的墙，让我的生长柔软了锋芒，人与这世界在驰骋相望。我的歌唱流过山谷回荡，如大人的书，把自由写进土壤，让我的生命呼吸中绽放，让人舒凉，沾染的风浪。月夜的风奔跑在人间熙攘，如自在的发挣脱了万世的墙，让我的生长柔软了锋芒，人与这世界在驰骋相望。我唱流过山谷回荡，如大人的书，把自由